西方重型武器开始进场，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已经表示，乌克兰危机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那么，这种危险是否正在加剧？黄先生，主战坦克、自行火炮和作战飞机没有向乌克兰成建制的攻击。所谓成建制攻击，就是成旅、成团、成营、成师这样攻击的话呢，我想俄罗斯是可以保证战争不升级的。但是如果成建制的向乌克兰提供这3类重型武器，那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其实呢，在对乌军援问题上，欧洲内部也是有极大的意见分歧的。俄乌冲突的加剧是会导致欧洲国家内部分歧越来越明显呢，还是会加固欧洲国家的团结？从总体上来讲，可能会加强欧洲的团结，因为在对待共同的敌人身上，他们可能现在也出现这种状况，就是暂时抛弃内部的一些分歧和矛盾，共同联手对付他们定义为最大的威胁，就是俄罗斯的军事进攻。但是欧洲内部呢，是吧，也有很多利益冲突。你比如说东欧地区跟中部德国地区或者法国这些地区的一些态度上的问题，因为你从波兰呐、波罗的海几个国家，乌克兰，这都是对俄罗斯恨之入骨的国家。对他们来讲，只能是彻底的推翻同俄罗斯的这种合作关系，欧洲才有前景。但是对德法这样的大国来讲，觉得俄罗斯它是一个搬不走的邻国，必须要想尽办法同他们一起生存下去。所以未来战争一旦结束之后，还有可能会出现新的矛盾。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呢，俄乌冲突只是现在促进了欧洲的团结，但未来怎么样，对欧洲的团结有什么促进的作用，这还可能要再进一步的观察。在俄乌冲突持续之际德国大涨军费，又首次公开向战乱地区国家输送武器，甚至是重型装备。不少评论人士惊呼德国将会告别2战之后奉行数十年之久的军事克制文化和和平主义。辜先生如何看德国的这种变化？你可以感觉到它是被迫的但是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个必然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因为多少年以来，德国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乌克兰危机呢，就把这个事情它实际上一种爆发型的方式提到了德国政治家的面前。那既然考虑了这么久，要重整军备，走向欧洲和德国的防卫自主的话，那这个时机应该是最好的时机。一方面，它可以显现对乌克兰的支援的力度；另外一方面，摆脱在盟军内部的被动，因为美国和其他盟国期待德国走这条路。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德国就说既然局势到了这样一步，那么未来我们必须自己能保卫自己，所以就必须要走一条新的强军的国防路线。这也就是德国做出这个决定的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德国未来会不会就此走上一个军国主义扩张的道路？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进行一定的观察，因为德国这个国家理性、严谨、纪律性强，那是第1次世界大战和第2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世界各国实际上非常的担心德国的军力扩张会给欧洲带来巨大的一个不稳定。那我觉得德国这个2%的目标实现以后，它要继续怎么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德国是否依然会把自己拴在欧洲，而不是拴在美国或者是北约这样的战车上。当地时间4月26日，由美国主办的国际防长会议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举行。在美方的鼓动下，这场会议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援乌动员大会。And that's why we're here today, to strengthen the arsenal of Ukrainian democracy. 奥斯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全力支持乌克兰，不排除乌克兰在未来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他还透露，未来将每月举行一次保卫乌克兰国防部长特别会议，会议可能在线上方式召开。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直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的德国突然转变立场。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在会议中正式宣布，德国联邦政府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从德国联邦国防军退役的约50辆猎豹式防空坦克，他们将由军工集团进行技术翻新后提供给乌克兰。奥斯汀对德方的决定表示特别欢迎。英国《每日电讯报》称，
德国态度的转变标志着一个真正的转折点。美国是召集了40个国家呢，开了个会，实际上就是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美国呢是拉着这些国家呢，要加大对乌克兰呢进行军援的力度了。德国呢只是其中之一。就在德国防长表态2天后，在德国联邦议院以586票赞成、100票反对和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关于全面支持乌克兰的动议，为德国政府加快扩大对乌克兰的支持提供了立法依据。政客新闻网指出，虽然该动议不具约束力，但如此强大的多数和执政党的支持意味着这是向政府发出的明确指示，同时也被外界认为是该国军事政策的重大转变。由于舒尔茨不久前刚刚说过，向基辅提供重型武器将提升核大战的风险，德国左翼党议会党团主席巴茨指责舒尔茨每天换一个路线，实在让人跟不上。这个国家的许多人都有同感。他还表示，提供武器只会拖长战争期限。德国极右翼的选择党也投票反对这一动议。该党议会党团主席克鲁帕勒称，动议听起来像一份宣战书。他指出，德方的决定或将延长俄乌冲突，并且可能使德方成为核大战的参与者。德国对乌克兰进行军援态度的转变呢，实际上是被迫的。应该说，它更多的是被整个西方现在的大环境影响。德国实际上之前呢对乌克兰进行军援不是很积极，其实它现在也不是特别积极。你看德国现在给乌克兰提供的这些重型武器装备都是库存，不是什么新的。德国呢实际上在西方的现在整个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去进行站队。如果说德国现在他不这么做，那么整个西方呢会对他呢进行孤立的。这个就使得呢德国他呢就受不了，所以他要跟着西方呢要站在一起嘛，正确嘛。而关于德方将援助乌克兰的猎豹式防空坦克，公开资料显示，这款武器已在10多年前停止使用，现在正由德国武器制造商克劳斯马菲维格曼公司储存。目前，乌克兰方面已与该公司和其他德国武器制造商接洽，要求签订重武器合同。德媒披露，猎豹式防空坦克有2挺35毫米机枪，打击空中目标时最远射程6000米，也可用于打击地面目标。这批猎豹式防空坦克来自已解散的德国陆军防空部队。猎豹自营高炮的话是冷战时期研制的，确切的说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研制的，距现在呢40年了。当时呢很先进，以现在的情况来看，那就一般了，只能属于中上水平了。你比如说它的火控系统呢还是模拟式的，不是现在流行的数字式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它上边火控系统呢就是雷达，那没有呢像现在就是3位一体的，还有除了雷达之外，还有呢光电搜索跟踪系统。那这呢就是决定了猎豹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后一些。还有呢就是近程防空的时候火力猛，它不像导弹，因为呢它是用弹幕的去进行拦截目标的，所以这是它的优势。但是劣势呢也很明显，就是射程近，而且呢目标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日前，德媒披露，这50辆来自德国库存的2手猎豹式防空坦克的炮弹只有2.3万枚。图片报称，猎豹式防空坦克现有弹药仅能支持20分钟的炮火支援。为此，德国正与巴西、卡塔尔和约旦对话协商，以填补弹药缺口。但巴西否认了有关与德国政府进行协商的消息。除猎豹弹药短缺之外，此前德方承诺对乌出口的黄鼠狼系列步兵战车所用弹药也存在不足现象。该战车使用的弹药由瑞士制造，但瑞士政府以维持中立为由，不同意德国将此类战争物资出口给乌克兰。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利尼克在德国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弹药的猎豹不管用。如果德国国防部在未来数日不能确保获得足够弹药，乌克兰可能将不得不拒绝德国提供防空坦克的计划。瑞士呢，现在是以自己中立国的身份他们给德国呢去提供的这个炮弹，但是能够生产35毫米的炮弹的国家很多，在北约国家里边一大堆，包括呢德国自己那莱茵金属呢就可以生产的，不存在呢是缺弹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呀？就是让瑞士要闭口，也就是说瑞士不要再站出来说话了。如果说瑞士呢是睁只眼闭只眼，那么像其他的这些北约国家呢，大量的生产的这个35毫米的弹药，那完全可以解决呢弹药供应问题。
这不是在技术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因为瑞士担心呢把自己给拖进去。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还证实，德国用于提高乌克兰军事能力的资金将增加到20亿欧元。他解释说，现在的原则是乌克兰向工业集团下订单，由德国付钱。同时，兰布雷希特宣布，德国将扩大三方武器交换中对重型武器的交付。4月21日，德国政府曾与斯洛文尼亚进行武器交换，从而让乌克兰能够获得更重型的武器。根据这项协议，斯洛文尼亚将向乌克兰提供苏联时期的 T-72坦克，而德国则提供2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和20辆胡式装甲车作为补偿。4月25日，德媒报道指，德国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公司已向德国政府请求向乌克兰出口88辆豹一 A5 主战坦克。早些时候，消息人士还向路透社表示，莱茵金属公司也申请了向乌克兰出口100辆2手黄鼠狼步兵战车的许可。在北约内部进行了一次的更大的这种互相之间的协同不能说简单的是德国的一种的环形交换。其实应该说这次呢还是美国进行主导的。那么这样做的话，会使得这样2个情况出现：一呢，就是北约呢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种类呢越来越多，还有呢数量越来越先进。第二个呢，就是北约内部可以实现的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在这一次的这个俄乌的这个冲突的背景下，那么新一届的这个就是我们讲交通灯的联合政府那么它突破了以往的一些禁忌，比如说这个像危机地区、冲突地区是输送武器，又比如说它的这个国防支出现在是大幅的这个要提升，是它从2013年以来就是实施这个积极有为外交的一个某种程度上的延续。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和当时的这个默克尔时期的不同，就是说由于外部的冲击，它的这样一个转变速度有所加快了。事实上，就在俄军进入乌克兰的第3天，舒尔茨就发表了政府声明，一次性投入1000亿欧的特别资金升级联邦国防军，并开始每年增加防务支出，使得其 GDP 占比超过2%。不少人称这是德国将告别2战后一直奉行的军事克制政策。要知道，经济强国德国在防务上曾经不够慷慨的支出，一直受到美国的抨击。据北约2021年的数据估算，在大型装备上，法国投入27.8%，西班牙22.7%，而德国的这部分支出占18.6%。按照这个就是说，舒尔茨本人的这个说法，可能是像具有这个历史性的这样的一种转折。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他的这个军事实力的这个提升，肯定会给他这个未来的这个就是在安全政策上、防务政策上的这个行动的这个可能性提供了一些余地。但事实上，他会去频繁的去使用这些他的行动的这个能力，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打上问号的，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德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克制文化，它的历史记忆还会进一步的未来会就是施加影响。事实上，不仅是德国，还有许多北约国家也在对乌军援上持续加码。法国决定向基辅提供射程40公里的凯撒大炮，而英国则提供星光防空导弹。而未来几周，数万北约及其欧洲盟友部队还将在欧洲多地举行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英国军方领导人称，这是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共同部署之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美西方的持续拱火下，乌克兰危机可能会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而这种风险目前正在上升。此前，普京也警告称，若有人打算从外部干涉当下乌克兰局势，且对俄罗斯构成无法接受的战略性威胁，那么他们应该知道，俄罗斯的回应将会是闪电般的快速打击。现在这个危险程度是比过去呢要大得多，因为呢，美国已经明确的对外表明自己军援乌克兰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借助呢乌克兰这个耗材，然后呢去持续消耗俄罗斯。因为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访问基辅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就是希望呢看到一个虚弱的俄罗斯。那么这呢就是清楚表明美国为什么要对乌克兰呢进行大力的军事援助。现在呢西方的这些重型武器装备呢越来越多，但是呢这里边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提供重型武器装备
那就要看它运送的速度有多快，还有一个能不能呢运送到乌东前线的这些乌军手上。其实呢，这2天俄罗斯呢已经开始展现了这方面的能力了。它呢对乌克兰的铁路枢纽啊，就是车站，还有呢就是武器集结点这些呢就开始进行打击了。这实际上先是对西方呢进行警告，不要呢再深入的去介入呢乌克兰局势。如果说你再继续呢这么做的话，那俄罗斯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大的打击力度。